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5章的第2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从1984年4月17日开始的这是星期二的下午3点58分，这是5天以来真的第1节课。最近他最久的中断他又中断了5天。近来真是相当的忧郁。他在自愁他还会再回家吗？我说在此时我不知他怎会或者说怎能回家。已经将近1年，从去年的4月20号我们有一个不太令人鼓舞或者有帮助的讨论，而谈到许多以前我们反复讨论过的话题。我重复我的老评论说，如果他在制作灵魂永生时就看出问题信号的话，我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整个通灵的事儿就是宁可不做通灵的事情也不希望真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的身体的出状况如果通灵工作是他问题的根源，我并不真的相信，而且现在仍然不相信确实是这个跟通灵工作没有关系，甚至说这个通灵工作反而这个对真的身体健康有益的部分大于这个不利的这个部分。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这件事情，而在于真怎么来评价和看待自己。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或者他没做什么事，或者是他的行为和举止。一个人真正看待自己的应该是从自己的内心真正的从自己的发心，从自己的出发点来考虑。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什么事也不做，他应该怎么来评价自己？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用我们做过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没做过的事情来评价自己。我认为不论真有什么对生命的恐惧，都是生命早期的制约，而他们成功的抵御了所有将他们挖出来的尝试就是对生命的恐惧是来自于它很早期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它特别顽固，它抵制要想把它挖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尝试不让你挖出来。我说这种伤害身体的过程是无意义的话这是他说这没有意义你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意义？是的，从一个局外人角度来看，确实无法理解一个人的底层为什么要去通过恐惧来伤害自己伤害自己的健康罗说我说的这句话跟主题也没啥关系为什么呢？当一个人考虑到他们多年深深主宰了真就是这种恐惧他说的他们指的是这些恐惧们这么多年来都深深主宰了真那你说这个话确实没有意义因为他们确实就是这样实现的，或者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告诉他，我认为赛斯资料触及了那些恐惧，但并没有抹掉他们的情感内容和力量他认为赛斯资料确实发现了或者挖掘了触及了那些恐惧，深层的恐惧，但是却没有把它清除掉，也没有把它抹掉。然后罗说，我再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帮助他了罗说，那既然都这样了，赛斯都出来，而且也在触及到了他深层的恐惧，为什么不能挖掉它？为什么不能抹掉它？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自从去年起，他在1983年10月份开始了动作的一阵爆发之后，我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这个动作的爆发指的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当我看到他在2个月之后放弃了那个动作之后，我视之为人格之根深蒂固的部分的另一个的抵抗信号就是当他破坏自己的身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就停下来。他认为在真的身体里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他也在抵抗这种让自己的身体越变越差的这样的一种另外一种底层的存在，也就是在恐惧之下，人还有一个自我恢复的或者是一个本源的
一个朝向于健康的一样的一个底层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呢也一直在，所以说恐惧那是在它之上的啊，所以说赛斯也不是这个罗也看到了，还有一部分啊是真确实想好的那个部分的啊，也是根深蒂固的。然后接着随着发炎，抗生素断开的腿又裂开之类的啊，对我而言，这些意味着他自己没有多少希望了啊。然后针又在这里面又开始反复啊。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反映那地方啊，他们也反映他那一方，他们指的是这个恐惧就是人格的某个部分，一个顽固的对改变的抵抗啊，就它有两个部分啊，都在打架。一个部分是他想疗愈自己痊愈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疗愈的这个部分，也是根深蒂固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他深层的恐惧这个部分，也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俩互相的在这个拉扯打架。我无法想象我太太的情形是别的样子啊，她想不出来她是什么情况啊，她只能猜到她是这样一种情况。她的身体并没有被允许去疗愈她自己，不然她会去那样做的啊。身体没有被允许疗愈她自己，被她的深层的恐惧给拦住了。她无疑有那种潜能。当赛斯开始说真会还算舒服的行走的时候，一开始我是相信赛斯的，但很快的开始不信了。你看这里头就出现问题了。其实真和罗都不相信赛斯说的话啊，说真可以很舒服的行走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到吗？因为我甚至看不到这样一个改变的开始的征兆啊，他看不见征兆啊，反之他看不见征兆啊，他就认为他不会好了啊，这很有意思啊。反之，我看到发烧和发炎，而觉悟到那些事情意味着治愈和走路的时间并不是现在。他看到相反的是发烧和发炎而觉悟到什么呢？那些事情意味着治愈和走路的时间并不是现在，现在好不了也许以后所以说他们这种底层的信念导致了真的身体就像他们所信念相信的那样就是现在这种状况。我自己的态度也许太简单了些想得太简单，但我不相信一个身体能被别人或者是课或者是不论什么劝诱到良好的健康这是罗的一个底层的信念你看他就说我不相信一个身体能够被别人或者是课或者不论什么劝诱到良好的健康，就他不相信这种疗愈的作用，他不相信赛斯的课能让真的身体恢复，他不相信赛斯能让真的身体恢复他相信的是真需要自己来恢复这一点罗的判断是对的。但是不论是赛斯的课还是赛斯对真的这个帮助确实是有益的，关键看真怎么来利用它。但是罗的这个观点他确实是有他的合理一面他认为外在的作用不大关键在于真自己我告诉真，如果他有朝一日有进步的话，将是因为他某个部分给予了许可，他身体的就允许他自己疗愈自己只是因为这个。他含泪地说他想要好起来，但我怕这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真已经说了无数次这样的话了因为他的状态断然的与此种抗议是矛盾的因为他现在的状态跟他想好起来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是完全是相反的我也说，在一个更大的包括一切的尺度上，我能了解一个人选择患病的一生他说如果不考虑真这个个体性考虑到一个从更高的角度上来看，他说是完全能了解有的人选择了患病的一生，就好比说为了某种方式学习并得探索意识的话有的人愿意选择以生病的方式过一生
他说从大的尺度我能理解，但到真这儿他不能理解啊。我认为至今这是他在生命中选择要做的罗认为真之所以生病，是他选择要生病来体验他不同的经历。你看他们这种底层的信念你想多么的可怕以平常的说法，他的行为是一个极端按平常人来说真的行为是过于的极端就是想要经历一些东西也不至于把身体搞到这种程度，或者把自己搞死到的地步来体验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经历了这是他所谓的极端。我却补充说，当我问赛斯此事的时候，他也谈到，比如说非洲的极端贫困来回复但我却对真的个人鲜少，但他对他这个赛斯对真的个人却鲜少说什么罗的意思是，当我问赛斯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的时候，赛斯基本上用了一个非洲人为什么会选择极端的贫困来体验这一生，来做了一个笼统的回复，说有人就是想通过体验这样的生活来拓展意识的不同的经历罗说那赛斯却很少说真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他们其实还是想知道真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底层信念，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样子的我将之视为另一个抗拒的信号他说赛斯不说真的底层信念他说我把它称之为另一个抗拒的信号，就是赛斯都不去帮他他说你把真的底层信念直接给它挖出来不就得了吗你为啥不说具体的呢真也从未回到那个主题去真也没有去深挖这个点。对，其实呢赛斯已经给过了在挖掘他俩有罪的自己的那个层面的时候，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挖的是非常深了就是在梦演化与价值文沉的某一个片段中间他们曾经插了一段，就是关于真的疗愈的部分。那时候真已经病的有症状了他们在深挖真的时候谈到了真有另外一个自己，叫有罪的自己他把那个有罪的自己挖出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从赛斯的角度来说，他觉得这个问题挖出来一次就已经够了他也不想反复强调这个东西。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恐怖的东西或者恐惧的根源被挖出来如果能够被铲除或者能够被解除，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被铲除和解除，如果你再反复提到它就不能铲除它的话，这对你反而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中间的逻辑关系你挖到了一个你应该铲除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挖到了肿瘤挖到了癌症的这个原发点病灶体，但是你却不能把它清除掉，然后你还每次都要挖掘到它这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会更糟。如果你挖到了恐惧的根源，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清理掉它，然后你每次要强调它的存在，那这对你来说，一个不能清除掉的恐惧的根源好像变成了一个事实，那你就可能永远都无法清除掉它了所以这时候怎么解决它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去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让自己愉快和喜悦起来或者是简单的活在当下，只考虑当下身体的感受，都是非常好的方法所以这里头赛斯也是用了很多类似的方法，但是我们一般人会倾向于给出一个清晰而明确的说法然后呢，罗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我的问题只是浪费时间，而不再那样做了罗说我的这些问题就纯属浪费时间，没啥用我以后不再那样做了我不计划再继续了，因为结果我总是觉得没有我的逼迫，真不论有没有赛斯在，永远也不会处理他们就是罗说我不想再继续了，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他觉得如果
我不去逼迫真去做改变做调整，真永远也不会去处理这些问题。跟赛斯在不在都没有关系，赛斯在和不在，真都不想去处理这些东西。而事实就是如此，在我们有的40多册的活页的私人课里头还有40多页的活页簿里头有私人课后来出版了整整7册大半有关他症状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有关他症状的事情所以说他的这个因为涉及到他症状嘛，所以很多私人隐私的东西所以说这个罗说在每一个课里头都是我逼着他要答案的结果，而非其反面。罗的意思是说，不是真自己想治好自己，都是罗逼着他，问他为什么呀，给我一个问题，给我一个答案呐，追问他呀，这样的一个结果。罗的意思是说，如果真自己不想好我再怎么逼他，赛斯再怎么引导他，我们外在这些人再怎么弄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因为他从实际的结果看到如果罗自己不去逼着真不会去探索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换句话说他自己就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说他的病也很难好。真今天的赛斯之声不大，而我必须与外面及走廊的声音噪音来竞争才能听到。然后赛斯说，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说赛斯午安。他说这个不是书的口授跟书的就是内容无关，重点的是谈真个人的问题赛斯说，我将尝试几个重要的议题当然鲁伯在一个层面上想要回家他在一方面想要回家，而你也要回家你也要他回家，他说罗你也想要回家，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他又害怕回家，心想在目前的状况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对你来说也适用，你也认为他回不了家。不论真和罗都认为自己的在现在的身体的状况下他们俩都回不了家。他是由于目前的状况害怕回家，而那个恐惧也拖延了目前的状况而关于鲁伯的回家，到某个程度上你俩根本害怕做任何的计划因为在目前他们似乎不太切实际。就你们俩说想回家，但是你们从来没有为回家做过任何具体的计划，言外之意就是你俩的内心都觉得你们回不了家了就这个真回不了家了。因为你觉得一个事情很有可能发生的时候，你会为它做准备做计划。当你觉得它不可能发生的时候不会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做任何计划。所以说你俩对回家的事儿都从来没做过任何的计划那你怎么可能回家呢？你俩的确都以看来仿佛真的太过真实的阻碍去思考你们都觉得现在说回家都太早了就现在的身体状况对回家来说真的是很大的阻碍，真实的阻碍去思考维持良好健康的责任财务的问题去思考什么？怎么维持良好健康的责任呢？关于钱的问题呢？而在鲁伯的部分，就是你们更多的想的是怎么解决住院费的问题至少他是以他不会恢复的够完全，却会再生病而需要再度的入院的恐惧来思考的。鲁伯说，我不会好彻底的，我就算回到家，我可能过2天还会再回来的他以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你觉得他怎么能好得了呢他基本上很难好这是他面对的问题。在这思想与恐惧的混乱中，鲁伯的复原甚或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有相当进步的目标就失去了这种可能性，他复原的可能性，或者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看到进步的这种可能性也失去了。而罗说，我们看不到进步或者好转的征兆，我们就不相信真能够复原，而你自己却阻碍了这种让这种征兆和这种可能性出现。
你们必须尽可能的除去那种恐惧与混乱，视那个目标为显然是可能的。你们必须尽可能的除去那种恐惧与混乱的。你们必须要去做这种事情。看，你们必须尽可能的除去那种恐惧与混乱。你们不把这个解决掉那个就肯定做不成。你们视那个目标显然是可能的才可以。你们要开始考虑计划，为回家做准备，因为计划本身将帮助改进鲁伯的情况。就是如果你现在开始考虑回家的这种种种安排，比如说是不是需要坐轮椅呀，或者是准备担架呀，是不是准备真回到家以后的康复的这样的逐步的一个过程为他回到家是不是要请一个护工是不是要联系医院和保险公司，回到家之后应该怎么治疗没有，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安排。他们做的是干什么？他们做的是看似很有用，而且是一般人做的事情。他们在拼命的去争取医疗保险他们拼命的为这个住院费的结果在担忧。他们在担心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付真后来的这个医药费，如果保险公司不参与的话。在他们的心底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真有一天可以出院，不需要这么昂贵的在医院里每一天的治疗费用。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过那个可能性。他们只是在嘴上说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在医院待了1年了，这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要为此做相关的计划，而这个计划过程和计划本身就是有帮助的，而将开始减轻现在如此逼压你俩的心头的这个阻碍，可以减轻你俩现在对现有状况的阻碍。这个下午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无论如何，我在尽可能的给我能给的信息。到此刻就是这样了，真说就内容就结束了。4点08分，我读此节给真听，赛斯显然没有回来。此节课强调了上课前我在注里头所写的大部分的内容，说不论是否由于选择恐惧在主宰，且已有许多年了，但是最终他必须被选择他还是被选择了当课在进行时，我发现自己在想，所需要的并非平息任何目前有关回家的恐惧不是这个问题，却是首先要为整个情况负责的一些更大的基本的恐惧罗说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他们怕面对这个事情，怕面对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导致现在身体的这个状况，他们怕面对这种是自己导致这个情况的不想为这个事情负责我想，然后目前的恐惧会融化掉。我甚至想，当赛斯几周前告诉珍他破裂的右腿可能自己痊愈的时候，这个当下便产生出更多的恐惧来，然后说他自己做不到等等。我也认为，当一个人急于得到保护或者庇护，不受世界之害的时候，他将不顾一切的去得到它就一个人想要得到世界和宇宙的保护的时候，他想拼命的得到它，而这个得到它的这个点本身就出问题了，因为你是在外求你是想从外面得到它，而你没有从内在根本想去改变就是你不认为自己可以让自己破裂的右腿痊愈你在等着赛斯给你肯定，等着别人给你信心别人不给你信心了，你就没有了，而别人不可能一天24小时给你信心，而你给自己的信心却可以是一天24小时的他的话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接着看，在1984年4月18日这一节课是星期三下午4点50分。珍昨天晚上没有打电话，今天早上我把猫带到兽医那儿，其难度远不及我所害怕的。然而昨晚我睡得不好，醒来暗愁我能否试图将它们放入猫笼里能不能带到猫笼里，带到赫尔斯的兽医那儿，
那是非常接近阿尔梅拉的一个小区。虽然他们为了止痒都只吃了1粒药就解决了，对我而言，今天晚上他们仿佛已经好些了。应该是他有那个猫虱所以说需要吃药晚上11点，当我刚要开始复印莫德卡德威尔寄来的支票的时候，法兰克朗维尔来访而我们谈到当树都没有了的时候，如何整修他们的后院。明天我该拿剪草机去执行那个计划，因为草已经转绿了，而很快就要变长了。我好像已经好几天没有写梦进化与价值完成了。真似乎多少有些压抑，虽然他吃得很好。我们讨论昨天的课，当我理信的时候，我试着读它，但结果我读大半的课给他听。我曾怕他太过严厉，但当我大声读时，我看出他真的表达了我的想法。罗怕自己读的时候太过严厉，但是实际情况是确实是这样真似乎同意，基本上一个深深的恐惧是在他问题后面的理论，而我们又再谈了一些昨天我们谈过的东西就他背后的这些理论我们又再谈了一些我们昨天我们谈过的东西。我建议尝试用梦的暗示来得到关于他跟恐惧根源的线索。我说那是一个很好的行为真说不行，我就问问梦吧，在梦里头问问高我恐惧的根源和线索这是真说的其实这种方法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就是这个恐惧已经如此的根深蒂固你现在再想去挖到它找到它的线索，其实赛斯已经告诉他线索，已经给他挖到根源了，是他需要改变，而不是去找到这个线索但是他还又去又转回来了我们尝试的另一个方式是放一位朋友几个月前寄给我们的录音带，他认为有通灵天赋的某人的一个解释他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是有通灵天赋的这个通灵天赋的人其实真也有他对真的状况做了一些解释解读他们一直没听，我也一样昨天我找不到那个袋子了现在我找着了我正在开始打这节课之前找到那个袋子了，所以明天我会将录音机和录音带带到病房去。今天下午的时间过去了这么多，以至于我以为珍已经放弃上课了，但在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之后，他终于说他要上一节短课。当时间过去时，他越来越不开心，因为我们的对话越来越强调一个事实，虽然我们都没有明白强调的那一点。什么事实？至少在心里，我们的情况是相当的无望。他们下午聊天聊了半天越聊越灰心，越聊越无望他和珍的心底里对珍的健康的恢复都没有任何希望了，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知道他是否可以上课或捞取任何有帮助的东西。你看，还在想着捞取任何有帮助的东西。他自己就是这个可以帮助自己的最大的这个动力和根源，但是他现在还在想能不能从外在捞到一些有帮助的东西。今天天气暖和，有时候有雨，而窗子是大开的。再次的，他的赛斯之声是安静的，而我必须与其他医院的声音竞争，很用心的才能听见他。不过这次他的传述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变化，仿佛轮流着骑着情感和决心的节奏。他有许多很长的停顿真的这个传述好像一会儿在情感上，一会儿在自己的决心上而在为赛斯说话的时候，有时叹着气。我好几次，你看他替赛斯说话的时候在叹着气，也就是说赛斯对他们现在的状况也是在叹着气的。他可能在口述的途中停止说话，但他一直在继续。有好几处我感觉到他话中都带着泪，而很接近于哭了出来。然后这时候赛斯就说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
这一节显然是对你们今天下午令人烦恼的讨论的之反应啊，就是你们下午讨论的东西太过于灰暗和低调。赛斯说我不得不出来啊，来给你们做一个反应啊，给你们做一个其实是把你们拉出来啊。他说你俩都已经了悟到鲁伯的身体是一直不断的在疗愈他自己。他说你们应该明白，他其实一直在不断的疗愈啊，纵然不是以你俩都希望的那种彻底的程度在疗愈，但是他也是在疗愈，这个是极为重要的，你们要看到这一点啊。你不能看不到身体自己疗愈的这个能力啊，否则就那个方面来说，他仿佛是一个实际的失败者啊。如果你看不到他身体在疗愈，那整个真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啊。如果你能看到疗愈，虽然没有像你们想的疗愈的那么彻底，但是他一直都在疗愈，在争取啊。他没像他希望的那样成功啊，没有像他自己想的那疗愈的那么成功。但是甚至当恐惧带来的并发症的时候，身体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功的反制住那些恐惧带来的后果。就是你的身体的疗愈过程中一直在对抗恐惧带来的那些后果啊，你要能看到它积极的一面。在一个层面上，鲁伯的确允许他自己参与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健康状态啊。这是回应罗说的，在某一个角度上，鲁伯确实允许自己参与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健康状态。他尤其对他母亲的状况啊，玛丽就是久病卧床的这种风湿病人啊，跟他得的是一样的病，以及有关的一般情况，问了他自己许多问题，而他的确在一个层面上允许自己去合作啊。他在问自己问题，为什么我妈会生病生这么久啊？我是不是也会得到她的遗传等等。他在一定层面上允许自己去合作。什么合作？就是配合他母亲的这些想法。他母亲曾经诅咒他说，你将来会得跟我一样的病啊！而且他长期照顾这个卧病在床的母亲，对他的心理上也造成了很多的这种不利的影响。你像在一个少年或者儿童期啊，他自己的母亲就长期卧病在床啊，让一个这个青少年或者一个儿童的在正常的身心灵成长或者是这个心灵成长的过程中啊，就埋下了非常灰暗的或者阴暗的这样的种子啊，就人的身体可能会出问题，而且是自己的妈妈啊，母亲，虽然他母亲对他并不好啊，这样的咱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一个儿童啊，一个几岁的孩子啊，一直长到10几岁到成年，他妈一直在病床上啊，你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所以我们都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说珍妮怎么会这样，珍妮怎么会那样，珍妮怎么啊？我们抛开任何人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去讨论这个人啊，都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他说以提供一个特殊的推动力，那是他觉得需要征服这种特殊情况而需要的啊，他需要一个特殊的推动力啊，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推动力下，才能征服现在这种状况，现在这种特殊的状况。这整个问题的深刻而是有创意的问题，带来他认为极端重要的洞见啊，整个问题都是深刻而有创意的问题啊，就是他需要一个特殊的推动力来把他带出到特殊的这种现在的状况里。他感觉自己能担任此重任啊，就是找到一个特殊的推动力，来把自己从这种特殊的困难的状况中拉出来。另一方面，在一般较能了解的人类层面，他也变得极端的害怕啊。从更高的层面，他相信他可以找到一种特殊的推动力，把自己拉出来。再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就觉得身体的状况恢复，在医生啊、医院啊这种大的环境下，他又觉得不太可能。在5点停顿良久啊，然后赛斯说：“我必须休息一下，我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继续，因为这对鲁伯来说很难转述的一节，同时还得维持住必要的出神的层面
啊，这也是罗观察到的啊。鲁伯在这一节的传送中，他经常在出神状态和自己的情感状态中来回切换，所以才会有他在传述的过程中经常是带着哭腔在传述的啊。所以说，当然赛斯非常理解这一点啊，因为这说的都是鲁伯自身的最底层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他在涉及到个人问题的时候，他的情绪一定受到非常强烈的震动和影响。在5:01，我可以看出这节对真来说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当他的声音颤抖，而好几次几乎停止转述的时候，他也这样说：是啊，我说，但与你每天躺在病床上的情形相比，上课又能有多困难呢？上课就躺在病床上每天不能动，似乎要糟很多。这节可能导致某些重要的东西。罗的意思是说，你每天躺在床上就已经很痛苦，已经很困难了上课对你来说跟这个躺在床上不能动的痛苦和困难比起来不算什么也许还能带来一些有用的资料，能帮助你恢复的我并不是因为时间正飞快的消逝，而我自己感觉精疲力尽才这样说，而是这节似乎提供了一丝丝的希望一丝丝希望。今天早些，真曾说过好几回，到4月20号，他将已经住院1整年了，而他看不出自己如何有出去的一天。我甚至还没有机会跟他讨论。我个人的意见是，他应该继续此路线的课，不论他们可能有多困难，只为了打断令他久病和住院的这个锁链他说要继续上课上课可以打断他令他久病和住院的这个锁链如果他能坚持上课，而且在住院期间，这对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鼓舞也就是说，可以不受疾病的影响继续上课，那个目标必定值得他继续上课就是能打断他的住院的这个锁链的这个目标今天下午早一些的时候，我重复自己无情的认定他又开始了罗开始无情的认定，由于对一个别人或者整个世界的恐惧，将自己放在真的状况里是站不住脚的而我永远不能支持他罗这时候其实是带有一定的愤怒的带有一定的愤怒所以他经常会说一些无情的话。他的愤怒的点在哪？就是真，你为什么为了一个个别人为了一个个别人，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的恐惧你就把自己放在真的这个状况里就放在这个生病的状况、身体的这个状况里，你为什么因为恐惧就要做这种事情呢？这个是罗所不能理解的所以说罗有时候说话也很直接，甚至并不好听他的这个难听的话其实就是对真有点这个怒其不争的感觉就是你都学了这么多了，赛斯资料讲了这么多了从最开始的灵魂永生，包括早期课，包括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你自己应该拿来应用在生活中的吗？难道你只把自己当成一个管道，把这个课传出来就没有事儿了吗？你难道不是最先第一个来应用在自己身上的人吗？所以说这是罗他有时候挺愤怒的点所以他永远都不能支持他就是因为恐惧就把身体搞成这样这个想法或者这种真的这种做法他是不能接受的。在课后我问他自己是否做够了那些事儿他其实很严厉的在质问他就你是否做够了而他说他准备好改变了他说他准备好改变了，我们呢先瞧瞧吧至少我感觉到一点点的希望他准备好改变这时候罗其实并不怎么相信他就是你能不能不再玩这种游戏了不再玩这种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的游戏了我想要注明，也很明显，我俩都觉察在某些方面真的身体在疗愈他自己。
如果它没有，它会死去。重点是我们要的疗愈或其中一个合理的这个善本啊，必须来自于一个更深的了解啊。他说你要想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状态，你必须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啊，以及一开始就带有那种状况，那些有利力量的相遇啊，就从一开始就带来那些状况的有利的力量，就是能把他的身体搞坏的那个源头啊，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他说必须得跟那个力量相遇啊。是什么力量导致真的身体变得如此之糟？那些源头啊，要跟他相遇的意思就是要把它找到啊。昨天我跟真提及，我希望赛斯在他目前的书里头会深入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真正的关系，这是罗想知道的。即是说，在我们的世界里，疾病达到了什么目的呢？为什么要生病呢？既然他们是如此的普遍，并且一直是与我们在一起的啊，那它这么普遍的一个疾病现象，到底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人类整体而言，不是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啊。罗此时已经不再特别关心个体的问题，虽然他对真是非常的关心啊。我觉得那必然大有文章啊。罗说的肯定有很多的底层的核心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挖出来。它可能是相当新的，或者是革命性的一些洞见。显然，作为一个物类，在对付疾病上，我们做得并不好。我也问真有关野生动物里，甚至那些从未见过的人类那些从来没有见过人类的野生动物，他们的疾病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得病的啊？很多人说呢，因为可能人的这个意识会影响动物或者宠物啊。赛斯曾经提到过啊，他说那些没有见过人类的动物，他们也会生病。他们为什么会生病呢？他们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借着思想和生活的这个方式我们通过思想和生活的方式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疾病，那动物又是如何创造他们的疾病的呢？同样的结果必然出自相似的理由就是我们得病的理由跟动物得病的理由应该是相似的呀。那个意思就是指我们和动物的关系甚至比我们怀疑的还要更近一些，或者是动物的疾病有不同的理由呢产生我们必须对付的同样的结果的理由他的意思是说，人和动物生病的理由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人和动物的关系要比我们理解的更近一些。可是人生病，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信念这种生活呀、情感能量认知等等等等。那动物生病是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找到动物生病的理由，是不是也能挖到人生病的那些底层的理由，而不是表层的这些什么信念、情感或者这些这个人独有的这些东西？在人独有的这些东西之下，还有没有一些更底层的原因，让一个物种的个体去生病？他说我今天重复这些问题，这个罗是想让赛斯回答这些问题的这是罗的想法我相当的觉知，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许多问题是借由真的状况获得的罗说，我以上这些洞见这些觉知，都是因为真生病这种情况得到的洞见正如赛斯在谈到的真的那方面的这种目标说真有一个目标是想他允许自己生病为了达成让别人对疾病有一个洞见。但是罗说想告诉真也许有其他的方法来得到同样的这种信息他的意思是说，真已将自己的情况带得够远了，而且是已经过头了什么意思？他说真，如果你想通过自己的生病让我能得到什么洞见的话，你已经做到了，你不需要再做更多了，甚至把自己带向死亡的边缘，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罗是想告诉真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下一节在1984年4月19日星期四下午4点03分，真昨晚没打电话来，今天早晨我将割草机拿出来，送到城外2里的威尔斯堡的路上的一家店里去修理。当我回家时，我短短的造访了我们隔壁的邻居本巴洛一家，
他们正在帮乔起身，就是乔本巴洛，去医院诊所去验血，他很虚弱，自己起不来，我相信他死期已经不远了。真还好，虽然当我到330病房的时候，3位护士正试着插入一个新的导尿管，针有些痉挛，护士们有点困难，而我们的午餐搞晚了。之后我们放了去年9月一位朋友寄给我们的一卷通灵人的解释，关于针的疾病的解释。那是一卷复制品，它的质量糟糕透了，糟糕到这种程度，我们无法全然了解他想说的内容。我奇怪于一位科学家怎么会寄出这样的一个糟糕的产品。从那个录音带来的资料，有一部分很好，其他部分不好就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有些对，有些错这个通灵的人说针可能会死然后呢，显然他并没有这是他说人家说的不对的地方。其实这个说的是对的针最后果然去世了在1年以后这个人是去年在83年9月份给他做的预测他在84年10月份就离世了但是当现在他们听这个录音带的时候那针显然还健在，所以说他们觉得他说的是不对的他提出的贫血是正确的就是他说他贫血导致了很多问题就他们所知关于肝和胰脏的问题则是不正确的。这类解释的问题是他们的概括化。一个人永远可以说是因为能量的阻塞能量卡住了而且可能也是正确的，但是这样说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没有真正的意义你说你的病是因为能量卡住了，能量阻塞了，这个可能是对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对，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你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我们大多数有某种能量的阻塞的同时，一个人不只必须穿透被解说的那个人的现实他一个人可能被能量阻塞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有这种洞见知道我被什么能量阻塞了对，却也得穿透解说灵媒的现实你还得把灵媒给你说的你能量阻塞了，你得知道自己哪里阻塞了他的意思是在反驳他的意思是说，一个灵媒跟你说你的疾病是因为你的某种能量阻塞了。他说你第一，你要么对自己的能量阻塞有一个非常高的或者非常深的洞见，要么你得能理解灵媒想告诉你的，你到底哪里堵塞了。如果你都做不到的话，那这句话或者这个建议对你来说就没有实际的意义虽然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会是很困难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洞穿自己被哪种能量阻塞，或者是理解灵媒告诉你的你被哪种能量阻塞，是很难的一件事我认为通灵者说的对，真有一个创造一个壮观的成功的而复原的创造性的潜能中灵者他认为中灵者这块说的对的，就真想创造一个非常壮观的成功而复原的创造性潜能。他的意思是说真的潜意识有一个能力，有一个想法是说，我先把自己的身体搞到极端的糟糕，但是我通过自己的信念，我又能把它恢复他说真有这个潜能真是有这种创造性潜能的就是我不论把自己身体搞得多糟糕，我都可以把它恢复回来真有这种创造潜能对，他可以创造一个壮观的辉煌的成功的他有这个能力的。我们认为那个录音带包括了几项负面的暗示，虽然一个人如何处理身体的问题听来并不负面，可其本身有时就是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说讨论一个人积极的疗愈和康复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是正面的，其实它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负面的，因为你过多的强调了身体的这种症状和困难不过明确细节是极其重要的，虽然这么说，但是要明确一些细节吧，包括病，你不能因为因病会医，连这些病都不能谈。但是这里面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就是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又再次的得靠我们自己了。我仍然认为真在其自身内带有他自己的一个解答。他说他对内容解读倾向于较不喜欢而非喜欢他就不太喜欢这个通灵人给他的解读总体来说虽然里面有一些是对的
然后罗说阿门，我也一样，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解读，但它是个珍贵的学习经验啊，是非常好的学习经验。我告诉珍，部分的价值在于我们等到了现在才播放它的一个事实。当珍已经决定发现他自己的原因和结果，显然我们之前不想用那个袋子啊。他说直到珍决定要去自己寻找原因，自己拿回力量的时候啊，我们才听这个录音带。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如果他们早早的去年9月份一拿到就听，可能会反而不好啊。珍在3点40分开始读昨天的课啊，所以这里头有个微妙的地方啊。比如说他说珍可能会死啊，那这样的一个东西，虽然他俩都不认可，他俩不喜欢这个录音带，因为他们说珍会死，但是这个暗示其实已经在此时在他们俩的心中埋下了伏笔啊，已经埋下了伏笔，所以这样的一个伏笔可能对珍最后的死亡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我们不能说有很大的作用啊，一定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里头的暗示啊，非常的微妙和重要。所以说赛斯，你说他能不知道珍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吗？他在前面也暗示过几次啊，1、2次吧。我在前面的解读中，其实赛斯有时候说漏嘴了啊，会说漏嘴，会说到啊，珍可能也啊，如果继续下去真的会死的啊，这是说漏嘴了啊。但是他从始至终啊，99.9%的时候，赛斯从来都不提珍的可能的不好的那种结果。他永远给珍一个正面的，随时都可能会痊愈和康复的这种可能性啊，永远把这个可能性交到珍手里。但这个可能性是否存在，是真的存在啊，是真的存在。但是啊，这个过程我就不再说了，为什么最后没有实现啊？这中间的原因在这本书里他已经说的淋漓尽致了啊，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啊。这些细节中你可以看到啊。珍在3点40分开始读昨天的课，而真的做得非常好，速度上是至今最好的一次，并且是2只眼睛都睁开的。他通常必须要闭上1只眼睛，他戴着他的眼镜。也许你今天做得这么好，是因为昨天的课的一个结果。我说，他认为是可能的。他同时也很热切地渴望今天上一节，而开始很早啊，很早就想上一节课。赛斯说：“我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他说：“赛斯午安。”以下的资料啊是为了口授的啊，是为了跟书有关的，但我在此讲出，以便鲁伯将特别的铭记在心。当你发现在自己一个困难的状况里的时候，有些简单的步骤可以去做啊，不论那个状况是健康的不良，还是牵扯到别人的紧张状况，或者是财务上的困境，或者不论是什么，当你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下面这些步骤都能帮到你啊，把你从那个困境中拉出来啊。这是赛斯很少有的啊，第一次的啊，对处在困境中的人给出了具体的步骤和方法啊，这也是这一节课最有价值的部分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总结出来啊，在你真的遇到这种困难的情境的时候，或者你身边人遇到困难的情境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来帮他啊，这就像一个急救术啊，就一个人这个处在了生命极度危险的时候啊，要送到医院的急诊室进行抢救的时候，医生有一系列的抢救步骤，第1步、第2步、第3步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一节是非常实用和有效的啊。这些步骤仿佛非常明显，而且可能太容易了，但是当你内在的储备正释出以及启动的同时，它们将带来一种即刻的轻松感和心情的平静啊。他说当你做这些练习的时候啊，这些步骤的时候，它其实跟你内心的那种能量，内在的能量做链接了。当你做这些步骤的时候，那个内在的能量，就是你内我的能量就放出来了啊，就绽放出来了，就释放出来了。这种能量的释放会带来你即刻就能感到心理的轻松和心情的平静啊。我曾提及这些步骤很多次，因为他们在澄清意识心，并给害怕的自我带来一些缓解上是如此的重要啊。
能够把你的意识心搞得特别的清楚透彻啊，就是澄清嘛，让你的意识心特别的澄明干净啊，或者让你对自我的恐惧啊带来缓解啊。它的解决方法，第一个，大家一定记住啊，第一个，立刻尽可能的活在当下啊，这是第一个最主要的建议。试着对当下的感官资料变得尽可能的觉察，所有的一切啊，不只是你现在生病的这部分，是所有的一切。举例而言，往往当你疼痛的时候，你只关注在那个疼痛的感受上，而忽略了身体其他部分可能感觉到的轻松感。你忽略了其他的身体的部分，仍然可以感觉到轻松，但是你只关注到疼痛部分，并且不察觉在切身环境里的声音、景象和印象的混合物。啊，你对周围的东西都不再敏感了，你只关注在那个疼痛本身上。啊，你对周围美好的事物啊发生的事情都不再敏感。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很多包括抑郁症的病人也好，或者其他病人也好，啊，他们只关注在自己的痛苦啊这当中，他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是异常的迟钝啊。这种迟钝会让你跟周围的环境，甚至跟大自然的链接断开。你跟周围环境的断开，你就失去了更进一步的能力和能量的链接，这对你的康复是非常不利的。啊，这是第一步，活在当下，用自己的觉知力，除了感受身体轻松的那些没受影响的那些部分以外，还要感受周围的环境啊。记住这2点非常重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啊，不要只记住一半啊，另一半啊，对周围环境人事物的关注。仅仅对周围人事物的关注，就能减轻你的压力，就能缓解你的痛苦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拒绝担忧啊，告诉自己我不再担忧，拒绝再担忧啊。如果自己还在担忧状况下，就告诉自己啊，明天我可以担忧啊，或者是晚上我可以担忧，但是现在此时此刻当下。你决定不要担忧了就这个怎么练？就告诉自己我现在这一刻，我决定自己不再担忧，不论是天塌下来的事情不论是健康的、财务的、人际关系的、情感的、家庭的、亲子的，不论是什么都不再担忧了天塌下来，泰山崩于前而不乱，就是这种心境我可以换一个时间再担忧，但是我现在不担忧如果你能把担忧推迟到明天那你也可以把担忧推迟到后天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拒绝担忧的一种练习的方法只要你此刻不担忧就可以不要想这问题以后怎么解决我并没有解决它这只是不用想这些问题第三个当你的思想的确触及了你在当下的一刻的特定的问题的时候当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根源的时候比如说你当下这个问题是因为内在的恐惧是因为自己不够自信或者是因为不够爱自己等等，不论你怎么样触及到了这个特定问题了，你首先想象的是对那个困局的可能的最佳解决之道。你要做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被你解决了最佳的最好的解决的方式你别去臆测那个理想的解答如何，或者是为何，或者是何时将到来你不要去想怎么才能解决它，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它怎么解决它都不要去想，你只想你已经解决它了，而且是以最完美的方式解决的单单这么想就够了却在你内心眼里看到他们已经完成了在你的心眼里头看见他们已经完成了，就是一个心灵的画面脑海中的画面，在这个画面里头你已经完成这些了，完成了你想解决的这个问题了。比如说你说我不够自信，你想象中你已经解决了，你自信了想象你不够爱自己，你已经解决了等等，想象你自己被恐惧根源所侵害，那你已经把它挖出来了扔掉了。要有画面感要有画面感，记住或者如果你对事项的观想并不特别在行你看不到画面感，你也想不出这种画面感来，那么
就试着想到，如果那个问题得以用你完全满足的方式解决了，记住啊，如果你挖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呢，那个问题的根源用你认为是完全满足的方式，或者你完全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了，你会感觉到感恩与喜悦之情，你会感觉到的感恩和喜悦之情，你只需要感受到这个感恩和喜悦之情就行了。就是那个东西满足了，实现了那个核心的问题被你解决掉了。解决掉之后，你对这件事情是充满了感激和喜悦，你只需要跟这种感觉待在一起就可以了。所以说这3件事是你不论处在多么困难的情形下都要做的能够瞬间把你从这种困境中脱离出来的地方所以说你把它可以写成一个小纸条当成一个法宝放在身上或者放在手机的某一个地方，你告诉自己，当我遇到最困难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看一遍它能够瞬间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步骤将容你有呼吸的时间，而实际的帮助你将情况的压力减到最低，让你可以喘口气而真正的实际上呢，能够帮助你把情况的压力减到最低了不论这个压力是什么都可以解决然后你才能安静下来，你将可以考虑其他适当的步骤，他们可能更直接的满足你特定的答案。你只有在做完这3个步骤彻底的安静和冷静下来之后，或者是把这个压力释放掉以后，你才可能找到那些具体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否则你是找不到的在压力下，在你的那种情绪的这个重压下你是没有任何的灵感和洞见的。然后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在4点21分，我猜他会回来。真说，在他的转述中，他曾被打断2次，一次量他的体温一次给他维他命 C。我读这节课给他听，然后真说，我有一个感觉这个就像是急救护理。真说，我觉得他就像个急救护理，确实是因为赛斯觉得他俩的状况已经危急到这种程度了，他俩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对未来完全无望非常这个低迷的负面的情绪当中去赛斯不得不出来给他们一个急救的秘方赶紧把他俩拉出来他俩已经开始不好了都谈到了死亡，谈到了对未来没有了希望然后开始互相的指责和开始抱怨他说这个不是书的口授，请等我们一会儿他说下面的话跟书没有关系，是针对鲁伯他们个人的。当你和鲁伯断然地踏上对鲁伯的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路的时候，鲁伯尤其要增加他对愉悦的体验。他说当你们俩决定要找到鲁伯为什么会生病的那个底层的原因的时候，鲁伯现在此时更重要的是应该增加他愉悦的体验。记住，这是赛斯的建议，非常的中肯，而且非常的智慧这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这一点。当他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异常的严肃和严厉不论是罗和真，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一旦探讨这个底层问题的时候，人会自然的变得严肃和认真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愉悦和幽默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后果是不是特别好的他说那是极为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当你有一天去给别人做疗愈，或者是给别人做这个疏导的时候，记住要时刻让对方保持一个愉悦的体验。记住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让对方不能保持一个愉悦的体验你带着这个高高在上这个指责对方我告诉你的问题就是你的信念问题等等等等等，啪劈痛，然后给你挖深挖信念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操纵着明亮的手术刀，直到挖到人家的病痛的地方不管他能不能接受，是否在痛苦的边缘，你都不管不顾的去深挖。你在说我在为你好，我在为你好，我在一刀一刀的把你切开，为你好这里头记住让对方保持愉悦的体验是关键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不行的话，就先停止下来停止下来开个玩笑，做个游戏
啊，说一个幽默，讲个笑话，让对方恢复一下啊。如果是自己做自己的疗愈，那这一点你自己也要记住啊，非常的重要，而且要专注在其上。因此，那个愉悦能抵消过程中可能浮出的其他的任何情绪上的苦恼的感觉啊。所以说那个愉悦就能抵消那种不好的感觉啊。记住啊，这时候很关键。再一次的，我们不要完全专注于深刻的感受到那个恐惧上啊。第二条也很重要啊，我们不要完全专注在感受深刻的恐惧上啊。这也是赛斯为什么不是每次都要把真的底层的恐惧给它挖出来的原因，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啊。说你有恐惧你就挖出来啊，比如说你直面这个恐惧这是我们经常给别人说的话。是的，但是这个问题有它一定的度有它一定，你是要挖出来，你是要把恐惧看到它把它知道，但是你不能完全专注，记住这句话，你不要完全专注在那个恐惧本身上记住这里面是个悖论。有时候你听赛斯或者听我讲话好像前后矛盾，它其实不矛盾它是一个度的把握，是一体的两面所以说有时候经常会传出去一些或者是有人在解读的时候会有一些误解我们不能完全的专注，但是这些必须是要被发现的它是必须要被发现的，但是又不要完全专注，这个度的把握就很微妙有时候你不够专注，它就挖不到底层，不能被发现但是有时候在你发现的这过程中又不能保持特别的专注，他们应该被找出愉悦的一个新决心来平衡之在你挖它恐惧核心的时候，你要在旁边或者在其他的领域上找一个愉悦的东西来平衡它。愉悦将有助于你平复恐惧愉悦可以让你平复恐惧，真的所以说我们在很多时候先鼓励大家爱自己然后去用无条件的爱去爱别人因为单单的这个爱本身是可以带来愉悦感的，是可以平复的如果你此时结成一对比如说像是一男一女虽然可能并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可能仅仅是一个结对的关系，或者是就是两个男的和两个女的都可以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给你爱，一直关注你这个爱不一定非得是男女之爱，但是它是给你爱的，给你愉悦的。那这样的一种帮助，在你挖恐惧的核心的时候是有益的。如果你不通过这种方式，你找到一种新的运动也好，兴趣点也好，乐趣也好，主题也好，比如说你发现一个新的剧非常的开心喜剧，或者是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或者兴趣点，比如说做运动练瑜伽等等都可以。就是你一定要平衡一下你在挖恐惧核心的时候所带来的这种不利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在挖恐惧核心的过程中，要找一个喜悦的或者愉悦的平衡点才不至于让它失去了平衡什么叫失去平衡？因为这个恐惧或者这个核心的这个信念被你挖出来的过程本身，因为你过于的关注它，反而不利于它的去除和清除。这在心理学上有个典型的例子叫白熊现象，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越想清楚一件事的本身，你越清除不掉它你越想清除它的本身这个决心有多大其实你清除它的难度就有多大那这时候，但是你说我不清楚它也不行还得清除它。那赛斯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一个洞见这里头大家一定要用起来，找一个愉悦的平衡点说的直白一点他后面会提到，甚至是性的愉悦的平衡点。这个性的愉悦的平衡点不一定非得是真正的发生，你可以通过想象年轻的时候或者以前曾经有过的美好的性经验来平衡你在挖恐惧过程中的这种痛苦和困难因为赛斯提到过共同的性感觉你看
在这里头，对，他也提到给他俩的建议啊，说不论是什么，只要有一个愉悦的心就行了啊。他说我们不会放弃书的口授的啊，我们不讲书的啊，我们不会放弃他的不会放弃书的口授的，但是目前专注将大半放在改善和鲁伯的状况上啊。书还会继续写，但是现在先解决鲁伯的问题，借由释放他自己的能量、健康与弹性，把鲁伯真正的内在的能量、健康和弹性都释放出来。我建议你们以鲁伯那方面的一种自由联想开始让鲁伯开始自由联想，心里怀着你们的决心，你们开始几乎在任何主题上都开始导向上一个适当的方向他是意思是让鲁伯自由联想，不要光想着病了想啥都行想什么都行想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是自由联想的东西但是不要再关注在这个病本身上了比如说，再一次的，我们要的是痛苦的思想和情绪不知怎的被我今天给的步骤所平衡了。赛斯说，我想要的目的，我想达到的结果是，不论怎样，你的痛苦的思想和情绪就是真和现在罗都有这种痛苦的思想和情绪，不知怎么的就被我刚才给你的方法给平衡掉了在你们身上能看到了笑声，看到了喜悦，看到脸上洋溢着那种幸福的喜悦的这种表情你们做什么都可以你可以让真自由的联想和发挥，只要能达到这个效果就行这是赛斯给的最直接的建议因此他们提供一种支持性的架构就这种平衡会让你们能够达到一种支撑，否则的话你们一味的去揪鲁伯为什么会得病的底层的信念，反而会适得其反他说你说的是在课本身吗？就是不要在课本身不要再讨论这个健康本身的这些问题吗？他说是的，没错赛斯说的是没错，我不是在说在课里的事是说放下这个课，放下这些东西，就让鲁伯自由的去联想。对你们有益时，我会随时来插嘴的有时我也会提出短而简洁有力的课带着幽默说的，这是真说他需要的时候我会来插嘴的而有时会被用作自由联想的主题材料。我插嘴的这些东西可以当做你们的自由联想的材料，当然你们可以采用任何适当的主题开始自由联想，他记住任何适当的主题都可以，比如说可以同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你们的关系、你们的个别就是个人的或者是共同的性感觉都可以他对通灵的资料，他的写作或者不论什么的想法，而我也会提供给指导原则赛斯说我也会提供一些这样，但是前提是什么都可以发散性的，只要能够自由的联想，能够平衡一下你们那个专注。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怎么说，就是换一种角度去思考就是把你从牛角尖里拉出来从那个专注在病的根源上的牛角尖拉出来换一下你的注意力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转换一下视觉焦点转换一下意识焦点。这个努力本身也会启动他自己梦的机制，而你将发现你俩对这个任务都带来新的有创意的了解你们将来都会发现非常有创意觉得非常好今天鲁伯课的阅读能力，就是他在开课之前他阅读了昨天的课的时候非常的有效也显示了身体自己的弹性，他两只眼睛同时看，而且阅读的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再一次的，我启动对疗愈、蓬勃生机以及幸福如此重要的那些坐标这是赛斯就说完了。是我在停顿了许久之后真说赛斯已经走了。在4点43分，我读这节给他听，给真听。不管为什么理由，放弃书的资料显然会是个错误，确实是除了赛斯可能会给的任何更多的个人资料之外这个书的资料将提供变化以及一种成就感
除了赛斯可能会给任何的更多的关于他们俩的个人资料有益的个人资料之外，这个书本身的资料也将提供变化以及一种成就感，让他们觉得他们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赛斯建议的自由联想的方法将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某个不同的东西从来没尝试过，想试一下我将让一个处理资料的方式自行的发展出来让它自由发展。真比较早的来了电话，在9点之前，当我正在准备好要打此节的时候，晚餐后当我开始打这一节之前，关于疾病角色的问题我获得了一个洞见，而我要记下来以便将来可能的讨论。关于我今天早上探访乔本巴洛，他有癌症，我发现自己将癌想做是一具老年身体内的一个新的爆炸性的这个永生物赘生物这个赘生物机体或器官内，这是他的查的这个解读机体和器官内在外面在病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突出的物质的总和在赘生物命定要带来不只是他寄主的死亡，也带来癌症本身的死亡。所以他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做，到底是在干什么罗的意思是他突然有一种洞见，就这个癌症不仅杀死了他的主人他的身体的寄主，就这个身体，同时也把癌症杀死了，因为寄主死了，癌症也死了。但他说这个癌症的目的是什么呢？他难道不想活得更久吗？他为什么用这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方式去做呢？那他的目的又是干什么呢？他想不通所以他想问赛斯是否乔本巴洛生下一个新的生命体他这边死了，那边是有个新的生命体，在他的死的时候会释放在别处的继续生长是不是会投胎到别处去正如我们相信的乔在他死后会做的一样。就像我们相信的乔死后会投胎到别处有个新的生命体一样。他说癌症的目的是不是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达到同样的效果呢这是他的疑问也希望赛斯能给予回答。他其实对疾病的本质他有更深的想去了解他的这种欲望那好了，关于第5章的内容我们今天就解读到这儿。那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